2009年8月8号，重庆的大街小巷都在议论着三姐被抓的这件事儿。对于三姐被抓，大家一方面觉得大快人心，另一方面又都有些犯嘀咕，怕又是虚晃一枪，没过几天三姐又会大摇大摆的出来。其实重庆人民的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在这之前，王子启曾被多次举报，但都是无疾而终。有人在亮点茶楼中互殴打架，造成人员伤亡，亮点茶楼被调查，但没过多久就又堂而皇之的开门营业了。有人的妻子被骗进亮点茶楼中，丈夫多次报警举报亮点茶楼，但受到了王子启手下的骚扰和报复。这个人最终不堪其扰，只能放弃报案。而最严重的一次，一个女子不堪忍受亮点茶楼的环境以及侮辱，愤而从楼上跳下，这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一时间议论纷纷。每次大家都以为亮点茶楼要完了，但它又悄悄开业了，并且生意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亮点茶楼在2009年的重庆可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茶楼金碧辉煌，通宵灯火通明，谁看到了都会说一句生意真好。在亮点茶楼门口，王子启意气风发，热情地跟顾客打着招呼。他的亮点茶楼可谓是生意兴隆，把其他的茶楼都给比了下去。为什么在别人家生意一般般时，他的茶楼营业额还能蒸蒸日上呢？是他们家的茶特别好喝？不，是因为王子启有自己的一套做生意的法则。王子启出生于1974年，从小就因为长得漂亮而闻名十里八乡，进入学校后更因为出众的样貌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这让本就浮躁的他更加无心学业。很早他就辍学行走社会。成年后，王子启身上的女性魅力更加让人着迷，他也极其善于利用自己的优势为自己谋利。相比同龄人，他日子过得有声有色，有情有乐。1994年，刚满20岁的王子启开始了自己的事业，陆续开了8家茶馆，其中名闻重庆的亮点茶楼就是其中之一。后来，王子启成了当地一个大人物的情妇，生意也做得越发的风生水起。亮点茶楼一般下午2、3点开门，一直持续到凌晨，生意一度火爆到约个喝茶的号比约个当地医院的专家号还难的程度。1994年以来，王子启容留2000多名妇女卖淫，使用黑社会手段强迫100多名良家妇女为自己招揽生意，对不服从管理、敢于反抗的妇女使用各种暴力手段，打死打残逼疯数人，轻伤者不计其数，获取超过1亿元的经济收入。王子启的发家致富史就是一部残酷压榨和奴役女性的犯罪史。让人震惊的是，一个大城市居然存在一个如同集中营的组织，而掌控它的竟然是一个年纪轻轻、样貌出众、身材曼妙的女子。1995年的3月，春节刚刚过去，返乡的劳动者陆续回到了城市，各地劳务市场十分火爆。刚满18岁的小江，因为家中兄妹众多，家境贫寒，早早辍学出外打工补贴家用。小江在劳务市场外面看到一辆车上有人在招揽工人，美容院招人，有没有想和我一起去的？单纯的小江求职心切，于是登上了这辆专门接年轻女孩的中巴车。很快中巴车开到了一个十分老旧的厂区，察觉不对的小江想要回自己的身份证，但是回复小江的却是一个响亮的耳光。这时从厂区跑出来10几个恶狠狠的混混，将这些女孩围住。小江尖叫着被他们拖进了厂房，折磨了整整1夜。看到小江反抗后的悲惨遭遇，这些女孩个个被吓得面如死灰，大气都不敢喘一声。结果不敢反抗后的遭遇是更加漫长和暗无天日的折磨。多年来，王子启以招工为名，诱骗数百名年轻女性，然后使用威胁、殴打、拘禁等非法手段强迫这些女性卖淫，手段极其卑劣残酷，行为极其无耻无情。对于性情刚烈、誓死不从的贞烈女子则手段更加残酷，被活活打死打残的不在少数。2003年，被强迫卖淫的小陈在逃跑时从高楼摔下，成了高位瘫痪。担心事情败露的王子启将其非法拘禁了长达6年之久，直到2009年9月28号被公安机关成功解救。6年暗无天日、生不如死的生活，在身上的病痛和心灵的折磨双重打击下，这个刚烈的女子是如何硬撑下来的？2005年，勇于反抗的小蔡直接被毒打致死，王子启派人将其火化。2009年，被控制长达4年之久的小周在逃跑被抓后，
因不堪忍受非人的虐待和折磨而精神失常。2008年8月初，随着靠山的轰然倒台，王子奇的黑社会生涯也即将走到尽头。7号晚上11点多，200多名警察突袭亮点，一举捣毁了这个盘踞在重庆15年的卖淫窝点和犯罪团伙，解救了上百名被王子奇黑社会团伙残酷压榨和奴役的妇女。2010年的8月11号，王子奇被判处死刑。2011年的12月，王子奇被执行死刑，他也是国内第一个因组织卖淫罪被判处死刑的人。徐一力1979年出生在江苏省的常州市，他的父母都是常州高校的老师，父亲是教授，母亲是副教授，两个人德高望重，深受学生们的喜爱。徐一力的母亲更是常州市师德模范，被学生亲切地称为妈妈老师。徐一力的家庭氛围很好，他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被父母培养成了一个正直善良、有教养、有爱心的女孩。1996年，徐一力考上了中国矿业大学的硕士。在同学眼中，徐一力不仅长得漂亮，而且对人真诚，心胸开阔，单纯善良。在中国矿业大学完成了硕博连读之后，徐一力在2005年进入了常熟某高校机械工程学院任教。他把父母当成了榜样，想像他们一样教书育人，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入职后不久，在学校组织的一次活动当中，徐一力认识了同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教师董刚彪，两个人互生好感，很快相恋。这个董刚彪出生于1973年，比徐一力大了6岁。2003年在河海大学取得了硕士学位之后，比徐一力早2年进入了常熟某高校，主要是教授学生们中国哲学通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这2门学科。两人相恋之后，便开始考虑婚姻大事。徐一力跟父母提起了董刚彪，本以为会得到父母的祝福，却没有想到平时对自己千依百顺的父母却强烈的反对这门婚事。只是徐一力已经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偷偷和董刚彪领了结婚证。那徐一力的父母对他们的恋情为什么会这么不看好呢？其实这是有原因的。这个董刚彪，按照我们现在的话来形容，就是一个妈宝男。因为是单亲，从小由妈妈抚养长大，他很依恋妈妈。他的妈妈也因为孤儿寡母的关系，也时常觉得跟儿子是相依为命。徐一力刚认识董刚彪的时候，董刚彪住在常熟某高校的单身宿舍里，当时他的母亲刘秀英也跟他一起住在这个小的单身公寓里。刘秀英1945年出生于陕西省凤翔县，曾经2次改嫁。1973年，刘秀英在山东济宁市生下了她的第4个孩子董刚彪，这个孩子是她与第3任丈夫所生。但是这次婚姻呢，并没有维系很久。刘秀英与第3任丈夫离婚后，也就没有再婚了，而是守着小儿子生活在异地他乡的农村。刘秀英靠着泼辣狠戾的个性在农村讨生活，儿子董刚彪则成了他的精神寄托。说一句望子成龙也不为过，董刚彪也确实是争气。清贫的生活并没有成为他的绊脚石，反而是成为了他奋斗的动力。他先后考上了本科和研究生，让母亲在邻里面前扬眉吐气。只是董刚彪毕业之后，虽然急于向母亲尽孝，但是经济条件却只允许他将母亲接到狭小的单身宿舍里面。了解到董刚彪家庭条件如此差，家庭背景又这么复杂，徐一力的父母自然是不愿意将女儿嫁给他的。一方面担心女儿受苦，而另外一方面也怕单纯的女儿在婚后会受委屈。可是徐一力已经陷入了爱河，他根本就听不进父母的劝说。在他和董刚彪偷偷领证之后，徐一力的父母也只好同意了这门婚事。他们只能够自我安慰，毕竟董刚彪本人还是很优秀的，只要女婿对自己的女儿好，其他的问题都是次要的。董刚彪和徐一力在2007年结婚，然而甜蜜的新婚生活还没有过多久，婆婆的一个意外的举动让徐一力措手不及。原本学校给董刚彪和徐一力都安排了宿舍，董刚彪在元和校区，徐一力在东湖校区。结婚之后，董刚彪就搬到了东湖校区和徐一力一起住，元和校区的宿舍则留给了母亲刘秀英。但是没过多久，刘秀英忽然跑到了东湖校区的宿舍里面赖着不走了，她非要跟小两口一起住。当天晚上3个人只能够挤在一张床上睡觉。徐一力给婆婆买了一个钢丝床放在了客厅，结果刘秀英却把床搬进了卧室，一定要挨着夫妻俩睡觉。徐一力和董刚彪新婚燕尔，天天跟婆婆睡在一个房间，算是怎么回事呢？徐一力跟丈夫抱怨，但是董刚彪对母亲刘秀英言听计从惯了，
他只是说母亲养育自己不容易。徐一丽跟母亲诉苦，徐妈妈劝了亲家好几次，刘秀英却是全当耳旁风。没有办法，徐一丽的父母只好出了首付，在富康苑小区给女儿和女婿买了一个房子。可惜房子是新房，一时半会儿也住不进去，而刘秀英又不肯住回元和校区的宿舍里面，三个人就只能将就着挤在一起。由于生活习惯差异很大，刘秀英和徐一丽的矛盾也日渐加深。在刘秀英看来，做人媳妇就得操持家务伺候丈夫。徐一丽这个新来的媳妇是左右也入不了她的眼，比如徐家习惯吃完饭之后顺手就把自己的碗给刷了，但是刘秀英看徐一丽吃完饭之后只刷了自己的碗，便责骂媳妇。她跟儿子抱怨家里面脏得很，徐一丽也不知道收拾。亲家母来了也不说自己的闺女，就总是因为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发生矛盾。刘秀英觉得徐一丽脾气大得很，完全没有儿媳妇的样子。刘秀英自己平时很节俭，也就看着一贯大手大脚的儿媳妇不顺眼。她心疼水费，平时就把水龙头拧到最小，让水龙头一滴一滴的滴水，然后拿盆接着，这样水表就不会转了。滴答滴答的水声总是不停的响，吵着徐一丽心烦意乱，想要休息的时候更是无法入眠。而狭小的宿舍里总是摆满了装满水的盆和桶。后来徐一丽怀孕的时候行动不便，一不小心就被过道上的水盆给绊倒了，幸好是送医及时，孩子保住了。但是婆媳俩的矛盾更加严重了。2008年4月9号，徐一丽在常州生下了一个男孩。婆婆刘秀英原本也去了常州，结果没过几天就和帮忙的月嫂闹了矛盾，不告而别。徐一丽的产假结束之后，带孩子回到了常熟上班。刘秀英说她身体不好，带不了孙子，于是就让董刚彪同母异父的姐姐从农村过来帮忙带孩子。但是没过多久，刘秀英得了胆结石，董刚彪的姐姐呢就去照顾自己的母亲了。当然也不是白白照顾的，徐一丽每个月还会给她1000块钱。生完孩子之后，徐一丽和丈夫搬进了富康苑小区的房子。不出意料的是，婆婆刘秀英也住进来了。当初买房子的时候，徐一丽的父母为了方便女儿停车，在小区里面买了一个车库，没有想到这个车库也被婆婆给看上了。刘秀英想起了自己生活在农村的大儿子董刚彪同母异父的哥哥，他就觉得徐家父母买的这个车库拿来停车实在是太浪费了。如今女儿和小儿子在身边，而大儿子却还在农村吃苦。刘秀英跟董刚彪哭诉了一番，想要把大儿子接来住到车库里，离得近些也有个照应。董刚彪被母亲给说服了，就跟妻子商量，虽然说心里是不大愿意的，但徐一丽却不想丈夫为难，最后还是同意了。夫妻俩把车库装修了一下，还买了家具，配了电脑，让刘秀英的大儿子住了进去。徐一丽呢，则每天在小区附近找车位停车。就这样，徐一丽和董刚彪的二人世界不断的扩编，变成了徐一丽和董刚彪的一大家子一起生活。徐一丽的父母一直居住在常州，为了缓和女儿和婆婆之间的关系，徐家父母接了刘秀英来到常州散心。半个月的时间，他们给刘秀英买来了衣服鞋子，还带着她四处游玩打卡，带她去常州眼科医院医治眼睛，给她配了2副老花镜。徐家父母知道刘秀英的祖籍是陕西的，所以在饮食上也是多加照顾。刘秀英对徐母说，你对我这么好，我没有办法报答呀，这辈子不能报啊，下辈子再报啊。言犹在耳，回到常熟的刘秀英是如何报答徐家父母的呢？董刚彪和徐一丽俩人工作都很忙，刘秀英又说自己的身体状况带不了孙子，于是小夫妻俩商量之后，把孩子送到了常州徐家父母那里。平时徐家父母带孩子，有空的时候就开车把孩子送到常熟，让孩子和父母奶奶相聚。董刚彪因为在职读博，经常不在家，所以常常只有刘秀英和徐一丽婆媳俩在家。少了董刚彪，两个人的关系也更加紧张了。刘秀英觉得自己作为婆婆必须得拿捏住儿媳，趁着儿子不在家，想办法给徐一丽立规矩。董刚彪不在家的时候，刘秀英时不时会在晚上突然拉掉电闸，让徐一丽受了不少的惊吓。她还经常把徐一丽锁在门外，不让她回家。徐一丽想打电话让她开门，结果发现电话是忙音，原来刘秀英早就把话机给摘掉了。徐一丽在家里面备课的时候，资料也会经常被刘秀英偷偷的给卖掉。徐一丽晾在阳台上的衣服会被刘秀英挪到见不到光的地方，空出来的地方就用来晾自己和儿子的衣服。
有时候还会故意在徐一力备课的时候把电视机的声音开得震天响，睡觉的时候让水龙头滴答作响。这种零碎的折磨更是信手拈来。没有办法，徐一力只好尽量早出晚归，一天3顿饭都在学校里面吃，减少与婆婆见面的时间。有时候董刚彪出差了，徐一力为了减少单独面对婆婆，经常会选择住在旅馆或者朋友家里。如果朋友家不方便，甚至会直接在办公室或者车里过夜。有一次刘秀英过生日，徐一力因为工作忙走不开，出发的晚了，刘秀英就觉得受到了怠慢，在家坐着赌气不去酒店了，挑唆小夫妻俩一顿大吵。这已经不是董刚彪和徐一力第一次争吵了，两个人本来感情很好，可是多深的感情哪能够经得起这样的日日消磨呀？徐一力觉得董刚彪不体谅他，董刚彪觉得徐一力对自己的母亲不够尊重和包容，渐渐的俩人之间再无情深，只剩伤痕。最终徐一力提出了离婚。正是向丈夫提出离婚之后，徐一力才觉得轻松了，好像压在她心头的大石头终于要搬走了，以后再也不用每天过着惶恐压抑的日子了。她开始计划离婚之后的生活，开始看房子，但是她不知道的是，威胁已经渐渐地向她逼近。这个刘秀英自己也离过婚，还离过3次，但是她却不允许自己的儿媳跟儿子离婚。面对执意要离婚的儿媳，她起了恶毒的心思。徐一力提出离婚后不久，刘秀英就提着塑料桶去加油站买汽油。加油站的工作人员说装汽油得用铁桶装，但是等到她买好了铁桶，加油站的人可能觉得她很可疑，最后还是没有卖给她。最后刘秀英在2010年11月11号花了400块钱从路边找了一个人替她买了50块钱的汽油。他打算趁儿子董刚彪第2天出差不在家的时候，用汽油烧死儿媳。但是没有想到，徐一力当天晚上回了娘家，刘秀英的计划落空了。11月26号，董刚彪再次出差了，而徐一力当天下午要参加考试，早上起来之后就在家里面复习。刘秀英提前把汽油倒在了一个塑料盆里，并藏在了阳台上，因为家里面到处都是大大小小装满了水的盆。徐一力也没有注意到异常。中午11点多的时候，徐一力换好了衣服准备出去吃饭，但是没有想到刘秀英忽然把一盆汽油泼到了他的脸上。徐一力当时戴着隐形眼镜，脸上的汽油弄到了眼睛里，眼睛辣辣的，根本睁不开。就这样，徐一力猝不及防地摔倒在地。刘秀英骑在倒地的徐一力身上，挥刀砍向了徐一力的脖子，12刀，刀刀致命。到最后，徐一力的双手几乎完全分离，只剩下了一层皮相连。残忍地杀害了儿媳之后，刘秀英冷静地换好了衣服，骑着3轮车去路边小店吃饭，然后去派出所投案自首。而董刚彪却很快相亲，重新结婚，家庭事业蒸蒸日上。1994年6月21日，中共江苏省委收到一封关于邓斌非法集资的举报信，由此这起新中国成立后首起特大非法集资案的面纱被彻底撕开。据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邓斌案的卷宗记载，被告人邓斌，女，1938年3月17日出生，从1989年8月到1991年8月，其以江苏省原无锡县金城湾工贸公司、中光公司驻无锡办事处等单位的名义，以联合经营和做外贸生意为由，大肆非法集资。1991年2月底3月初，因有人反映邓斌的资金有问题，北京某国家机关领导指派李明，兴隆公司副总经理钱万龙到无锡专门对邓斌进行调查。邓斌隐瞒了其从未做过外贸生意，并且根本没有经营利润的事实，对李明、韩万龙百般讨好。被金钱收买的李明、韩万龙不仅不认为邓斌的资金有问题，反而对邓斌以合作经营的形式借资金做生意的做法予以肯定，并与邓斌商定合作，在无锡成立新兴工贸联合公司。李明、韩万龙回京后，向领导高度评价了邓斌借机生蛋、借船出海的做法。1991年8月8日，无锡新兴工贸联合公司成立，邓斌任总经理。1991年9月和1993年6月，李明、韩万龙经请示本单位领导同意，
先后2次为邓斌办理了北京市某国家机关副处级、正处级的工作证。在此身份的掩护下，邓斌以签订合作经营一次性注射器、外科医用手套等为名，以2个月为一期，月利率 5%、年利率 60% 的高利为诱饵，非法集资283652.92万元。加上1989年8月到1991年8月非法集资37884.15万元，共计非法集资321546.07万元。全案涉及江苏、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湖北、山西等7个省市，368个一级集资单位，以及包括邓斌、姚静一、黄桂芬等在内的31名个人。其中无锡市有298个单位，集资款达24亿余元，至案发时仅还本金159476.71万元，欠本金162069.36万元，债权债务相抵后，新兴公司实际亏损高达12亿元。更为严重的是，非法集资腐蚀了一批党员领导干部，诱发了一连串的经济犯罪。江苏省委对此案高度重视，决定由省纪委牵头成立调查组到无锡展开深入调查。中纪委协调会指示法院提前介入此案。1994年7月19日，在得知邓斌等人已将账册秘密转移至无锡南洋大酒店，准备次日运往北京后，法院立即组织法警直扑酒店5楼，封锁楼层，将已打包好的4箱账册依法扣押。1994年7月28日，跑到深圳藏匿的邓斌秘密回到无锡，侦查机关立即布控抓捕邓斌。此后李明、韩万龙也相继归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将此案作为全省第一要案，院党组高度重视，专题研究部署。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门听取了汇报，派人赴无锡指导办案。据当时的办案人员、现无锡中院执行局副局长朱进回忆，当时江苏省和无锡市2级纪检、监察、法院、检察、公安等部门组成了阵容强大的办案组，直接参与办案的人员就有数百人，最高峰时包括外围工作人员达到1000余人。当时办案人员整天扎在案卷中，邓斌、韩万龙2人的卷宗有99本，15000多页，还有40多本账册，48万张票据。1995年11月13日，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邓斌犯受贿罪、贪污罪、投机倒把罪、挪用公款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邓斌犯罪所得的赃款赃物和非法所得予以没收。1995年11月24日，经无锡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995年11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邓斌执行枪决。邓斌非法集资案件是共和国第一经济犯罪大案，这起罕见的多头绪、多环节、多层次、多区域的特大案件，涉案的党员干部多达100余人。案情披露后震惊了全国，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关注。江泽民、李鹏、朱镕基、胡锦涛、魏持剑、任建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作出指示，要求彻底查清全案，惩治犯罪，搞好清退，维护社会稳定。在核准邓斌死刑后，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将这起举国关注的特大经济犯罪案的审判结果昭告社会各界。在此前后，涉案的其他犯罪分子也分别依法受到严惩。担任本案一审审判员、现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金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邓斌案是在我国刚刚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出现的新类型的特大经济犯罪案件。当时我国刑法尚没有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罪名。此案的审理对完善国家金融管理制度，促进立法部门加大惩处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新型犯罪行为，特别是对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罪名的研究和设立起到了推动作用。担任本案一审审判员、现已退休的老法官鲍本大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邓斌案的审判有力打击和震慑了犯罪分子，维护了国家金融管理秩序、社会经济秩序。邓斌案的成功审判
向世人昭示，中共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有能力打击经济犯罪，有能力制止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